大家好，我是曹伟东。这个珠海航展就要开展了，那么很多的朋友就提出来一个问题：我们在珠海航展上能看到轰20吗？我说可能看不到。为什么说可能看不到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在目前世界上就是拥有隐身轰炸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一家，就是 B2 型的隐身轰炸机。那么 B2 型的隐身轰炸机，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或者是说是天文数字啊。我们举一个比如形象的比喻，就是它的重量，因为这是100多吨重的一个战略轰炸机，但是它的造价相当于100多吨的黄金啊，这是造价，还没说你使用的时候，因为你使用完了之后还要给它换涂层，就是这个隐身的涂层。所以你看 B2 轰炸机，它在这个停放的这个机库里边，还有它的维修保养和其他的 B52或者是 B1B 全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得支撑这么一个吞金兽。那么美国现在研制的最新型的轰炸机是什么呢？是 B21型的战略轰炸机。那么这种轰炸机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经济上的可承受性。你要做到隐身，还要能够做到跨洲际的飞行，还要有很大的载弹量，那你还要有经济上的可承受性啊。所以美国现在也没有把 B21这种隐身的轰炸机造出来。而我们看人民空军现在最先进的轰炸机应该是轰 6K 和轰 6N。那么轰 6K 和轰 6N 就它的这种性能就军事上的，你比如说我们要讲到这个轰炸机，你的航程能走多远，你的载弹量是多少，那你都没法和这个俄罗斯的图160和美国的 B1B 这样的轰炸机去比，因为你的吨位比它小得多，你的航程比它近得多，你的载弹量比它小得多。当然，这都是在非隐身轰炸机里边来讲，你要做到隐身，那就有更苛刻的条件。那么你连这一步还没有做到的时候，你要研制出就是大家期待的轰20，也就是说相当于美国的 B21这样的轰炸机，那是一个多大的难题啊，对吧？所以它是一种可以说跨代的发展。那么跨代的发展，你现在的基础是什么呢？是面临着西方对你的全面封锁和打压半点技术、半点资料都不给你，而且还要对你进行打压。那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研制中国的这种跨代的战略轰炸机，那并不是很快就能完成的一个工程。所以我们讲呢，在这个航展上，我们可能看到比如说像歼20这样的就是作战的隐身飞机能看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隐身的无人机，但是这个轰20可能还要等一段的时间。那么有的这个网友朋友还提出来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载人登月这个事情一定要靠比如说长征9、长征10这样的大推力的火箭，而仅靠胖5、长征5号这样的这个运载火箭不行呢？因为月球离我们地球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而现在我们制造的空间站，它距离我们的地球相对的距离是近的，那你就可以用胖5就是这个长征5号或者其他的长征系列的火箭，把我们的这个空间站逐步的像搭积木一样在空中搭好。我们的宇航员可以从1个、3个将来发展到6个。但是你要是载人登月的话，你一定要拥有就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10吨左右的火箭，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不然的话就像这个长征5号，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大约是23吨左右距离110吨还差得很远。所以一定要靠长征9、
长征10这样大推力的火箭来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们举一个简单的数字，就是你现在长征5号的运载火箭的直径也就是5米，而长征9或长征10它的直径可能要达到9米甚至是10米这样它的燃料才能够获得就是近地轨道110多吨的这样的一个运载能力，才能把我们的宇航员送上月球。所以我们说呢，在这个珠海航展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取得的进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离未来的目标还有多远。所以关于就是珠海航展上一些高端的这个设备或者高端的装备，以及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就通过这个展览或者是展示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